西游记第68回，朱子国唐僧论前世，孙行者施为三折功。在渡过了臭臭的七绝山之后啊，师出四人来到一个叫做朱子国的地方。要说这朱子国呀，真是人丁兴旺，繁荣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和盛唐是没啥区别了。为了少惹是非，唐僧就把3个徒弟安顿在会馆中休息，而自己呢，则跑到国王那里去讨要官文。朱子国的国王看起来面黄肌瘦，形脱神衰，一看就是个将死之人。看到唐僧这个远道而来的和尚，他勉强打起精神，摆下宴席要请唐僧吃饭，顺便还能了解了解唐朝的精彩世界。唐僧在陪国王吃着珍馐美味，而3个徒弟呢，可还是饥肠辘辘的等师傅回来呢。他们左等等不来，右等等不来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出去买菜了。沙僧呢，则留在会馆中看管行李。孙悟空带着猪八戒就上街了。2人走着走着，突然看到鼓楼下面人声鼎沸，异常喧闹。孙悟空赶紧凑过去一看，原来呀，在鼓楼上面张贴了一张新的黄榜，上面写着：如果有哪位医生可以治好国王的病，国王甘愿将国家一分为2，将1半的国土奉献给这位医生。孙悟空本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脾气，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出风头的机会，他岂能错过？于是他立即用了一个小法术，将这黄榜给揭了下来。面对这样的一个猴子形状的怪物，众人既是好奇又惊讶。不过孙悟空可不管那么多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皇宫之中，要给国王看病。国王气若游丝地询问啊，哪一位是神僧孙长老呀？孙悟空就上前一步，大声回答道：俺老孙便是。吓得这国王从龙床上摔了下来。再一看这孙长老长得如此刁钻古怪，就说什么也不肯让孙悟空看病了。这时啊，孙悟空就卖弄起自己的能力来，说呀，如果不见面呢，俺老孙也能看病，因为我会悬丝诊脉。这所谓悬丝诊脉，就是拿一根细线，将其中一头系在国王的手腕上，而另一端呢，则拿在孙悟空的手里。国王那细微的脉搏就可以通过丝线传导到孙悟空这里，孙悟空就能断定国王的疾病了。说干就干，孙悟空拔下自己的3根毫毛变作丝线，就认认真真的号起脉来。其实啊，本回的内容并不多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悬丝诊脉了。悬丝诊脉真的管用吗？其实啊，还真管用。不过呢，它的运作原理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一般来讲啊，不愿让别人给自己诊脉的，基本上都是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、大小姐。这些人啊，终年都生活在大宅门之中，难免是心情烦躁、消化不良。用咱们现代话来说呀，就叫做妇女病。这望也望了，闻也闻了，问也问了，最后这一步切脉，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罢了。现在孙悟空也在朱子国国王身上用了这个悬丝诊脉，那国王到底是得了什么妇女病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